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影片想和大家来分享两则新闻。第一则是让人觉得瞠目结舌，第二则大快人心。那首先第一则呢是有关于中国游客在马来西亚制造的一个巨婴刑事案件。那第二则呢还想来补充一下，我前2天做了一期和张雪峰相关的一期影片，然后就预测他可能在5年之内会遭到中共的铁拳，被中共收割。可是呢，我万万没有想到，我这个影片还做了不到1周时间，这么快，张雪峰已经遭到铁拳，已经被收割了啊！那我就想和大家来补充的聊一聊我对张雪峰被封杀的这个事件的一个看法。那我们先来聊一下马来西亚的在9月22日发生的这一个重大的新闻事件。那这个事件是真的非常的严重啊。那据马来西亚的新闻报道呢说，有一对来自于中国的夫妇，分别是29岁和28岁的妻子，两人原计划搭乘斗湖飞往哥打金拉布卢的航班，期间因为申请更改座位未获得航空公司的回复，心生不满。女方于是在9月24日向一家位于吉隆坡的航空公司发送电邮，声称本月23日从斗湖飞往吉隆坡的航班上机上有炸弹，要求公司取消航班。由于涉事重大，航空公司立刻报案，将情况通报斗湖警方。那警方在接获报案之后呢，迅速的展开了调查。在9月22号的晚上8点钟，警方在仙本那一家旅馆内捕获了2名嫌疑犯，并起获了一部 Volvo 的 Pro Mini 的手机怀疑为发送恐吓电邮的工具。数日23日，警方将2人押往法庭，申请为期4天的延扣令，以便进一步的录取疑犯与证人的供词，同时确定邮件 IP 地址是否是出自2人所用的装置。那以上就是这个大概的一个案情的详情啊。那这一对夫妇呢是非常的年轻啊，分别是28岁、29岁，就是他们是90后。事情的起因呢，是因为他们想要换座位，因为航空公司给他们安排的座位他们不满意，于是乎呢，嫌疑犯当中的女性就用她的手机发了电邮给航空公司去恐吓说飞机上有炸弹，要求他们即刻取消那一个航班啊！哇，我当时看了这个新闻之后，真的是彻底的惊呆了，太让我瞠目结舌了。这得多么脑残，多么无知，才能做出这样的巨婴的刑事犯罪的一个事情啊！那现在呢，马来西亚的警方还在调查这个案件。那既然马来西亚的警方能锁定他们2个人的这个地理位置啊，并且缴获了他的手机，那就说明人家是掌握了一定的证据，才敢去实施抓捕行动的。那这个事件呢，大概率也是板上钉钉的，也不太可能有让他们狡辩和脱罪的空间呢。那据马来西亚的中国报的报道呢说，如果他们被指控的罪名一旦成立的话，可能会面临长期监禁以及罚款啊。大家请注意啊，是长期监禁，他这个罪名是非常的严重的，因为它涉及威胁、恐吓公共安全呢，而且是航空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我真的不知道以上这一对年轻的夫妇是愚蠢与法盲到何等的一个地步，才能做出这样的行径。我昨天的影片当中刚刚和大家分享的另一起，也是由中国的一个年轻男子在新加坡故意跑到地铁上去喝水，还跑到那个警告提示牌那边去喝水，知法犯法，就是挑明了我就是要挑战你们新加坡的法律法规，看你能把我怎么样。这个事情刚刚登上了新加坡的新闻头条，昨天刚讨论完新加坡的新闻，今天又是一个重大的案件，又是中国人制造的啊！这就是大部分的中国人的一个普遍的素养，不分年纪，不分阶层，也不分收入。他们和那些典型的中国大妈、中国大爷其实是没有区别的，他们是年轻版的中国大妈和中国大爷。从某一种程度上去说，他们比那些中国大爷大妈还要更加的糟糕，
更加的有实际的破坏性和杀伤力，因为他们比那些大爷和大妈懂得如何去使用现代科技和这些社交媒体去散布谣言，去散布这些不文明的行径。你看他还恬不知耻的把它发到社交媒体上啊。那我昨天的影片一发出来之后呢，有很多观众朋友就非常的关心，后来那这名男子到底有没有抓到啊？那目前呢，据新加坡的新闻看来呢，还没有抓到，应该还在抓捕当中。但是我觉得应该他敢把这个影片发到社交媒体上，十有八九他应该是逃离新加坡之后才发的啊。他可能和当年跑到这个日本靖国神社的石柱上去撒尿的那个铁头是一个德性的啊，就是他把这种违法乱纪的低劣的行径当做一个英勇的行为，他觉得他做了一个非常英勇的壮举，他要拿这个去炫耀。极大的可能是他逃出了新加坡之后才发布的这一条影片啊。那我的猜想就是呢，可能是比较难抓到他。那新加坡的警方和移民局能做的呢，也就是把他拉入黑名单，或者是哪一天他再一次胆大妄为的想试图入境到新加坡，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实施抓捕的行动。那说回在马来西亚恐吓飞机上有炸弹的中国夫妇，他们仅仅是因为航空公司给他安排的座位不满意，就做出了这样的法盲愚蠢的行径，就可能面临长期监禁的一个结果啊。那这个事情呢，我的猜想就是可能是因为这一对夫妇，他因为个人的行程的改变，想取消机票，想改行程，但是呢，可能他因为买的是廉价的机票，是没有办法改行程的。他这个时候呢，他又不想浪费他这一张机票啊，于是乎他就想出了这一个办法，说你飞机上有炸弹，想以这样的方式去逼迫航空公司主动的取消航班。那如果说航空公司主动的取消航班的话，那他这个机票的损失是由航空公司来负责的。那航空公司他就要赔偿乘客另外的一张机票啊。他们两个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为了去取消他们现在原有的行程和机票，所以说做出了这样愚蠢的事情，就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啊。就是很多的中国人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劣根性，就是为了方便自己他们会使用一些他们所谓的小聪明和智慧，去不择手段的达到他个人的目的。他们两个会觉得我只是撒了一个小孩的谎，我没有在飞机上放炸弹。那这是我的一个猜测。那说实话我做这个频道呢1年多以来，每天呢我都会看到很多和中国游客相关的负面的新闻，特别是在过去的1年多以来，在新马两地真的是每天都会爆出来好几件我说句实在话呢，我现在其实对中国人在新马两地做这种违法乱纪的事情已经麻木了，因为发生的太多了，已经有一定的免疫能力了可是呢，我现在回头去想一下即使说我是一个反共的博主，我极度的厌恶中共，但是当我做了1年多的博主以后，每天被这样的大量的中国人的负面的新闻，这种违法乱纪的新闻给包围的时候，我现在深刻的体会到，其实中国人和中共是一个绝配的状态很多时候我们都在说我们海外的反共人士、民运人士，我们都希望中国人站起来推翻中共吧，然后从此当家做主人，走向民主了。但是事实是什么呢？事实是，其实你是没有办法把中共和中国人分开的。中共就是德权的中国人，他们是一体的，是一个共生共存、相互依附的一个关系的大家放眼去观察一下，在过去的10几年当中，这大量的中国小粉红、中国人，哪怕是一些所谓已经润造海外的前中国人，他们的劣根性
是永远都改变不了的。而且我发现啊，中国人其实他们只是适合在中共为他们制造的一个大粪坑里面活着，他们一旦跑到海外的民主世界、文明的世界，他们就是格格不入的。他们会去削尖脑袋，想方设法做各种的事情，去破坏人家的社会的秩序，去违反人家的法律法规。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因为他们从来都没有想过真正的去入乡随俗，去尊重人家的规则和法律。所以说事实证明，中国人和中共是绝配的，他们是一个共生体，是相辅相成的。大部分的中国人是不适合外面的民主和自由的，因为他们连最基本的做人，就是你作为一个正常人的能力都没有的他只会来破坏你的民主和自由。那这是我做博主1年多以来，我对中国人的一个看法的一个彻底的改观我觉得真的是没有太多的希望了那以上是这个在马来西亚恐吓飞机上有炸弹的这个愚蠢的中国夫妇的新闻事件那下面呢，还想和大家来聊一下这个张雪峰那如果说你是我这个频道的老观众，应该还记得，就在上个礼拜，也就是9月3号大阅兵之后，我做了一期影片去说这个爱国大 V 张雪峰，他是非常狂妄的说只要中国入侵台湾，他就以个人的名义捐款1个亿去鼓动战争。那此言一出之后呢，是引起了海内外的热烈的讨论，他也因此收获了大量的流量和关注那非常讽刺和打脸的是呢，他这个言论刚出来没几天，就在昨天他就被宣布他的所有的社交媒体的账号都被限制关注了。那限制关注呢，其实和直接封杀还不一样，就是说他不允许有新的人去继续的关注你，意思就是说他把你这个账号按了一个暂停键，你不可能再有新的关注者了那我的猜想就是呢，他现在可能在被中共调查当中，中共国的记者也和他去确认了，他说确实有此事而且他还扬言说他不怕一夜之间失去一切那根据他这句话呢，我们可以分析出他现在可能已经面临中共的收割和调查了。他居然会说他不怕一夜之间失去一切，意思就是说他可能正在面对这样的威胁那更加讽刺的是呢，他这次被禁止关注的背后呢，是有几个原因的。那这几个罪名也是非常的好笑，那其中有一个就是包括他说了，如果中国打台湾，他会捐1个亿，然后他现在被批是煽动暴力、消费爱国情绪说他这个话题在24小时内就超过了2亿的播放量，然后有很多人就怀疑他动机不纯，是为了流量和关注去发表这样的煽动的言论其实呢他这样的言论肯定是为了流量和关注的，他就是一个像司马南一样吃爱国饭的爱国大 V 嘛，他一定要给这些中国国内的小粉红打鸡血，才有人关注他他这一次呢，如此高调的去说他要捐1个亿去打台湾其实是非常非常愚蠢的。他当时的言论一出来的时候，我已经预判到他一定会被中共割韭菜的那首先就是你虽然是一个比较粗壮一点的韭菜，但是你还是韭菜呀，你不是赵家人你是一个奴才呀。他就是忘了自己的身份，他觉得自己有几个钱，然后就蹦跶的非常的高，其实也是一个典型的小人得志的一个嘴脸那还有一点就是呢我觉得中共会不喜欢他这种爱国言论，是因为他作为一个奴才就是居然胆敢擅自的去指挥他的这个组织，居然敢指挥他们的当今圣上小学博士这个倒车帝，这个是绝对不允许的就是说他在公众的场所大肆的去鼓动和宣传我们要打台湾，我要捐1个亿，就是说他是那个出头鸟，他想冲在前面，他想通过他这样的爱国的行径去邀功，然后作为一个爱国大 V、爱国人士去收割下面的韭菜。
那他们的圣上一定不会喜欢的。你一个奴才，你蹦跶的这么高，你还想来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你们当今圣上？哎呀，你真的是活腻了。就是说，他的这种拍马屁的爱国行为，拍得太用力了，拍过头了。然后就触犯了龙颜了，龙颜大怒，肯定是这样子的啊。就是说，他说他有1个亿嘛，那圣上大手一挥说：“哎呀，你那1个亿还是我的呀，你这些全部都是我的奴才，你的钱也是我的钱的啊。”那所以说呢，我现在是严重的怀疑啊，他已经被中共给悄无声息的收割了啊。毕竟现在国家很需要钱，皇上很需要钱啊。那这个时候呢，那就把它拿出来，就共产化了嘛啊。那他这次被禁言还有几个原因啊，是中共表面上列出来的，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打脸。然后第2点说，长期专业贬低的言论。还有说什么高价服务收割焦虑，说他在2025年高考志愿咨询价是1.3万到1.9万，被官媒批利用信息差牟利，部分家长反映3小时直播卷款2亿元啊。然后第3个罪名是虚假宣传，说他在2025年6月售卖了168元的高考预测卷，被曝题目错误，却宣传4月份已经印好题卷了啊，就是虚假宣传嘛啊。他这以上的2个罪名呢，其实都是中共前期就是默许他去做的，就是现在属于秋后算账，到了收割的时候，他这个韭菜已经长得茁壮了，可以收割了啊。他这个问题呢，其实一开始中共一定是知道的，他不可能不知道啊。他先给你记在那个小本本上，到了时间都把它列出来，都变成了他的罪名了啊。所以说呢，张雪峰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让我们看这些所谓的中共国的这些生意人、企业家他们的一个宿命。那我上期影片当中还说，他可能会在5年之内就遭到中共的铁拳，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啊，真的来得这么快，还没有5天呢就遭到铁拳了，这个也太可怕了啊！可见如今的中共是真的山穷水尽，迫不及待的去收割这一些比较粗壮的韭菜啊。那张雪峰呢，我之前我给他的预测是，他要么是被铁拳，或者是呢他可能已经想好了后路，获得了他国的身份啊。可是我现在觉得他可能跑都跑不掉了，他就会被中共一顿铁拳，然后一夜回到解放前。我觉得也是蛮适合他的人设的啊，真的是非常的为张雪峰这个爱国大 V 感到开心。OK， 好了，以上是今天全部的内容，我们下期见，拜拜。